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数感实验室，我是以威。在这个通信科普的系列中我们介绍了各式各样的通信科技，它们呢都有共同点，就是给人用的。你说这不是废话吗？哪有通信不是给人用的？还真的有哦，而且不说你不知道。从某个角度来看，这样的通信才是现代最多、最主流的通信，我们称之为物联网。物联网 Internet of Things 简称 IoT， 顾名思义就是物品、机器、设备连上网路。它其实早就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比方说智慧手表蓝牙耳机这些穿戴式的设备，各自有各自的功能，有人透过像蓝牙技术一样连接在一起，就是一种物联网的应用。有人可能会说，手机也是物联网的设备那这就要看你怎么样去定义跟使用手机。如果是人们用4G、5G 这种技术彼此传讯息沟通，那就不是物联网。但如果是跟蓝牙耳机、智慧手表联系的时候，它就比较偏向物联网。所以物联网的一个基础定义是不直接涉及人跟人或是人跟设备互动，基本上都是设备跟设备之间的沟通。那第一台物联网设备可以追溯回1982年，就是我生日的那一年，在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资工系的一台可口可乐贩卖机。当时呢，这台贩卖机卖的可口可乐比其他地方便宜一点点。那工程师们又很爱喝可乐，所以据说该台机器的销量是整个州最好的。那后来系所扩张，越来越多人办公室离贩卖机很远，你就想，如果辛辛苦苦走到那边，却发现可乐卖光一定超不爽的。或者是买了一罐可乐，结果不冰，那更不爽。于是工程师们想一个方法，他们改造贩卖机，能及时侦测还剩多少可乐，再把贩卖机和主机连接在一起，写一套程式，让大家可以随时上网查询状态。你看很酷哦，那是一台电脑要100万元的年代，有线电话才是主流，贩卖机连上网路还是阿帕网，全名是高等研究计划署网路，很多人可能都没听过，那个是当今互联网前身。在那种资通信科技刚萌芽时空背景，这些研究生根本不可能想到40年后世界上会有几十亿个物联网设备，他们就只是因为最基本的日常生活需求，搭配专业技能，就设计出了全世界第一台的物联网贩卖机。从第一台可以上网的贩卖机，你就会发现物联网价值。试想如果今天台可口可乐贩卖机完全不靠物联网，而是套用人与人的通信方法去实现，那会怎么办呢？答案是你会需要聘一位工读生坐在贩卖机前面，旁边放台电话，任何人想喝可乐的时候都要先打电话给他，问他说，现在还有可乐吗？有那是刚放进去温温的，还是已经冰凉的呢？你等我查一下记录表。工读生就得翻开记录本，确认可乐状态之后才会回复，超级没效率的浪费一个人力，而且工读生可能会记错。要是同一时间2个人打电话进来，还得加聘工读生追加电话。像这种很程序性、很重复的任务，就很适合机器做。物联网就是可以取代这些程序性、人工的任务，而且做得更好。接下来，我们就以无线感应器网络 （Wireless Sensor Network） 的几个应用，来让大家感受物联网的威力。无线感应器网络就是指说，我们会在一个区域放置很多的感应器，感应器会收集资讯，再透过网络回报，让人类或是运算能力更强的设备去决策。比方说，现在看新闻或上网就知道目前的空气状况 ，PM2.5 的指数多少这是因为遍布在全台湾的空气感测器，每个感测器都可以收集周遭的一些相关资讯 ，PM2.5湿度温度等等的，这些资料会被汇整起来。那有些地方可能没有空气感测器，但也因为附近有，所以可以透过数学的内插法去估算。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有个地区左边、右边各放了一个感测器，左边测到的温度是30度，右边是25度，那我们就可能会猜说中间的是平均27.5度，这个就是线性内插。有越多个侦测数据我们就能够做更复杂的内插技术，获得更精准的结果。既然可以收集空气的资讯，我们也能收集其他资讯，像是人流、交通状况、电水资源使用等等。那有这些资讯就能再进一步的做更多决策。到这边就慢慢有点像智慧城市的概念。所以你可能听到说，很多人就说物联网是智慧城市的基础建设，因为决策需要数据嘛，那数据就可以透过无线感应器网络来收集。再举个例子日本的东北电力公司，以前他们需要定期派人上山巡逻，检查电塔配电设备有没有正常运作，或是有没有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东北电力就跟东京大学合作，引入了物联网技术来取代人力。
注意哦，这里不仅仅是部件感应器哦，他们还要自己建构个独立的网路。因为你想看嘛，山里没有基地台，没有 WiFi， 所以没有现有的网路可以依靠，一定是得自己去建立。那这类技术也有蛮多种的哦，所以在东北电力公司跟东大合作的案例里面，使用了 LoRa 这套技术。LoRa 是 Long Range 的缩写，是一种低功率、长距离传输的通信协定。那刚好东大这个研究团队和我们有些合作，几年前他们就带了几十套这样的 LoRa 设备来台师大做实验。当时他们只靠那几十台 LoRa 就能迅速在师大科技学院建立起覆盖整栋学院的通信网路。那时候我印象很深刻哦，因为这些设备东大的团队是随便放置的，而且怕被别人拿走，所以他们像玩藏宝游戏一样藏在细管的各个角落。后来就有1-2片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消失了，还有被破坏的。可是重点来咯，少了几台设备，并不会影响整体的通信覆盖。这个是无线感应器网络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因为很多物联网应用场域，你可以想象像是山上的电塔设备等等，它会有一定的几率在户外容易坏掉，而且坏掉你也不太想去修，因为你就不想去巡山啦，结果安装更精密的仪器，动辄就跑去维修，那不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所以一开始这样的无线感应器网络在部件的时候呢，就要考虑一些容错的空间。整个通讯系统里面有1-2组设备坏掉，可能那边的资讯不能收集，但整体的通信依然要可以稳定的传输。这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呐。因为如果是手机的行动通信，坏掉个基地台，附近可能就不太能通信了。那或者是光纤断掉，也不能通信啊。可是无线感应器网络有坏掉的时候却可以通信，他们就一定是额外做一些机制。比方说，原本是甲设备传乙设备传丙设备，但如果乙消失了，它就可以自动绕道，变成甲传丁传丙这条路径。这样的预备机制以及出错时自动切换机制，都是之前没有提过的新通信议题。那无线感应器网络相较于5G、4G 通信还有什么特点呢？第二个跟第一个很有关就是既然我要允许它换，它相对制作成本就要够低。以前还有一种无线感应器网络概念叫做 Smart Dust， 聪明的沙土。我就想要说，那个成本一定要很低，不然就无法实施大规模的部件。最后一个特色就是，既然不能太贵，那自然就得在效能上做一些牺牲。最具体的呢，就是传输速率降低。以 LoRa 来说大概是 Kbps 的等级，跟行动通讯要差上了 Gbps， 差了几百万倍的传输速率。所以每个设备就只能做一些简单的数据搜集，东西有没有坏呀、温度几度等等的。然后它是一个低功率、长传输距离的技术。每个设备安装之后，都会等到很久很久再去汰换，有些甚至是在安装在大楼桥墩的里面，那重新安装换电池成本都很高，传输距离长才能够覆盖到很大的面积的地方。讲到这边呢，就想要说，我们做研究的时候有一个常听到的说法是 There is no single solution that fits all， 没有最强的通信技术，只有最适合这个应用场景的技术。你看4G、5G 技术多强，传输速率爆高，可是在刚刚讲这些应用里面就不适合。太贵、太精致，传输速率用不到那么高，除非你是要跟山里的路讲视讯电话吗？所以像 LoRa 这样的技术在这边就很适合。讲到这边，你可以想成物联网是一个大集合，底下有各种不同类型的物联网。无线感应器网络是一种，无线感应器底下又有很多不同类型的，有侦测空气检查山里电气设备的还有刚刚提到装在桥墩或大楼里面随时监控它们安全性的。那和无线感测器网络不一样智慧家庭也是一种物联网。另外还有常听到的车联网也符合物联网的定义。车联网是指车子跟车子之间互相连接通信网络，它是未来交通运输非常重要的基础建设。有开车的人就知道说，就算你有 Google 导航，有时候还是不可避免的陷入塞车。但其实如果有更动态、更及时的路线安排，或是我们知道说，前面忽然出现车祸，就可以在下个路口转弯。又或者车跟车之间没有只有按喇叭这个选项，开车的流畅性、安全性，还有交通的运输量，就一定可以大幅提升。那你可以想象这个应用和无线感测器网络又很不一样，它跟人命有关，是安装在车子上面，要及时处理大量的道路资讯，又不能够延迟，一定要及时。所以它通信技术就不能像是刚刚说的 LoRa 这样的低传输速率的技术。事实上，目前的车联网技术有好几种。像是源自于 Wireless LAN 系列 IEEE 制定的 802.11p， 又称之为 WAVE Wireless Access in the Vehicular Environment。那你如果还记得我们前面提过 5G 有个 WiMAX 跟 LTE 的大战，你可能就想到说，对，没错，既然有源自于 WiFi 的，那 LTE 这边应该有对应的技术。
没错，就叫做 Cellular V2X， 简称 CV2X。这里的 V2X 意思是 Vehicle to Everything， 意思指说车子连到任何其他东西，例如车子或是周边交通设施。你看前面我们才说行动通信技术不适合无线感应器网络，但这边就看到说它又出现在另一个物联网应用中。所以物联网你与其说它是一项技术，更适合说法是不同的应用。那每一种应用呢，我们就来选择最适合的通信技术。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关于物联网的介绍。最后想补充一点，这几十年来通信的进步非常神速。一方面固然是通信是人类最基本的需求，虽然你不想要跑到别的洞细管，爬好几层楼之后才发现说，可乐卖光了，关乎到基本需求，科技又能解决，就促成它的大爆发。但我觉得除此之外，也不能够说是独立的因素就是通信进步的时候，同时是因为它具备了巨大的商机。有商机就会促使企业愿意投资，连带引发起这个很强的研究动能。那手机最多是一人一只，可是你的蓝牙耳机、智慧手表散落在世界各地的 Smart Dust、车联网、智慧城市、智慧家庭等等，我们早就活在一个设备远多于人类数量时代，连上网设备也绝对多过于连上网的人。那需求带来商机，商机带来进步，进步得以满足需求。或许在可见的未来，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物联网技术。你可以想想看说，有什么需求还没被满足？这个需求延长线，说不定就是你专属的物联网发明、物联网应用哦。以上是我们今天的影片，喜欢的话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出版实验室，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